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干活快一点，挖个东西磨磨唧唧的，大车再装满一点，听见没？干不完你就别他妈休息。妈的，要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谁愿意待在这个鬼地方？总有一天，不去干死！知道了。这是挖掘机内部构造。这是我的手，我会透视了，我被电出幻觉了，疼！刘伟。变态！我的身体变得强壮，果然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老天爷，你终于想起我来了！有了这透视，我唐宋即将发家致富，走向人生巅峰。老远就听见你杀猪一样的叫声，不好好干活，就给我滚蛋！好，不好好干活，就给我滚蛋！金疙瘩，那块地竟然埋着这么大一块金疙瘩！什么金疙瘩、银疙瘩的，整天就知道白日做梦。狗头金，重量4.3斤，含金量90.2%。啊，金矿石还挖到了，难怪这两天变着法的不让我们休息，许是害怕我们发现他藏在宿舍里的金疙瘩。我跟你说话呢，耳朵聋了是吧？往哪看？狗东西，一天就知道压榨我们这些工人，要不是为了挣2个钱，早都不想干了。行了，你把挖掘机钥匙给我，你可以滚蛋了啊！不行，怎么说也得把那块金矿石挖才行。哎呦呀，刘公，我是徐总叫过来的，要走也是徐总叫我走。哎，你小子，我是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哎，姐夫，东西都准备好了，咱们得赶紧行动，以免夜长梦多啊！好，我知道了，你马上过来。你小子，给我等着！成了，比刘伟那块还要大。狗头金，重量85公斤，含金量92.7%，含铜3.1%，含铁2.1%，含镍及剩余杂质2.1%，价值1000到3000万不等。价值1000万！想赶我走，小爷还不想待了呢。刘伟，走之前，小爷再送你一程。
喂，徐总，我要举报，刘伟在工地里挖出了一块狗头金，马上就要溶解了。什么？就是他个死变态偷我胸罩。败家玩意儿！还好我来得及时，你居然想把他也融了！我带走！差点让刘伟这狗日的暴殄天物。这种纯天然的狗头金含量也不高，但论价值而言，远超黄金本身。准确的来说，是收藏价值。有的有钱人呐，就喜欢这种。这块也有3、4斤呢，看来只能去小型拍卖行了。要是再大一点，可以去云城大型拍卖行，那其价值翻个10倍不成问题啊！10倍？那我的那块狗头金比它更大，岂不是卖上天价？啊，好了，你呀，举报有功，我打算奖励你5000元。哎，还有，我听说刘伟在工地上经常欺压你们工人，这次我把他处理了，你可要好好干啊！狗头金这么值钱，就给我5000。刘伟在工地欺负人不是1天2天，他平时装看不见，出了事整人了，如鸭看猪，微笑憋无。那就这样，我先走了，你好好干，年底给你涨工资。还少不了，徐扒皮的地方不待遇。等等，徐总，我想离职。刘伟我已经处理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难道说你也挖到这种金矿石了？你也挖到这种金矿石了？徐总，这金矿石难道这么好挖吗？啊，也对啊，要真这么好捡，那它也不值钱了。哼，是这样的，徐总，刘伟已经被弄走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工作环境有些不适合我，所以你就放我走吧。臭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有点文化，眼高手低，果然不能对这些穷鬼太好。哼，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行，你交接一下，明天不用来了。哎，徐总，那我们以后再见。那就下次再见。呸！装什么善？小爷我现在有超能力，有透视眼，用你试试。赚钱不还是分分钟的事？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刮大白，刮大白，专业刮大白，安祥挖掘机师傅专业刮大白。想活出个人样也太难了，在拍卖会拍卖狗头金，还想拿这么多的保证金，我太难了。安祥挖掘机师傅专业刮大小白。伙子，刮大白多少钱呢？5万，刮腻子只要5万。傻逼！啊，你还个价嘛！小子，男人常刷碗，能当大老板。这辈子我一定活出个人样。
老板，我要这个和那个，这一次一定要活出个人样。你小点声，别影响我运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老板娘。我要这3个。10块、20、30。第1章、第3章、第5章、第5章、第7章、第9章、第10章、第11章，还有最后1章。刮个彩票，屁事人多，挑来挑去。哼，就你这穷疯的样子，能中才怪。中了，200。狗屎运，切！500、800、1000、5000、8000、10000。这绝对不可能！一直刮一直爽，百发百中，时时爽啊！100万！100万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超炸100万元！ qu'on m'a fait, ni le mal, tout ça m'est bien égal. Non, rien de rien. C'est payé, balayé, oublié. Je me fous du passé. 唐宋，你让老子好找啊！就你这穷酸样，还想一夜暴富？刘公，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他妈还跟老子装呢？金矿石的事儿，是不是你举报的？曲总都跟我说了，要不是因为你，老子早就飞黄腾达了。刘公，能挖到金矿石是你的本事，能守得住也是本事。你难道没听过怀璧其罪的道理吗？你想要金矿石，就找那些血去啊！你看不起老子！妈的，来人，给我废了他！来人，给我废了他！现在小爷不仅会透视，就连身体素质都比常人提升了不少倍。你怎么？我怎么？以前是小爷不想跟你计较，这两个臭小子还不够小爷我热身的。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柳公，你忘了你以前在工地是怎么欺负我的吗？这上次的事就当做我之前对你的照顾。你想要金矿石，去找那姓许的去啊！以后别有事没事都来烦我。人弱小的时候，谁都想踩你一脚。不过可惜，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先生，您的资质已经审核通过，紫色内衣，材质轻柔，蕾丝包要边。来缴纳保证金。果然紫色很有韵味。先生，没什么，你们把拍卖行的地址发过来吧。好的。
大家伙都来评评理啊！这女的呀，把我妈的翡翠手镯给我们撞坏了，这可是好料子呀，高品种的好料子，价值30多万呢，我还指望着她买车买房娶媳妇。大哥，这是我男朋友，我没钱，让他陪你。我没钱，让他陪你。我好像碰到人贩子了，帮个忙。小子，你就是她男朋友是吧？来的正好啊！这娘们儿把我妈的翡翠手镯给撞坏了。翡翠，这可是老坑翡翠，高品种30万呢！30万呢！哎，这小妞呢，她不但不认账，还说我们这镯子是假的。你说该怎么办吧？你们的镯子本来就是假的，亲爱的，他非说我把他的镯子撞坏了，还要拉人家去鉴定，人家好怕呀！好香，好软。玉髓手镯价值50元，来人东兴街饰品店。完了，这小子一看就是个迷宫，没钱不说，肯定也不认识翡翠啊，这下怎么办？你们说这是老坑翡翠啊？有签证证书吗？哎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给我儿子存的老婆本就这样被打碎了。大家伙啊，我妈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骗你们不成吗？哎呀，怎么不会骗我们？万一你们要是随便拿了一个玉髓手镯，那怎么办？万一你们要是随便拿了一个玉髓手镯，那怎么办？他居然能看出来，没想到他还算有点眼力。哎呀，没天理了！他们打碎了我那镯子，不赔钱还污蔑我呀！我哪知道什么玉髓呀？我这是翡翠的，30万赔给我！听见了吗？啊，赔钱！今儿个你们要是不赔钱，就别想从这儿过去。你要干什么？商品玉髓手镯，金额69元，交易地点东兴街亮亮饰品店。放心，这个要真的是翡翠手镯，我们肯定赔。啊！你干什么？他们的翡翠手镯本来就是假的，我已经报警了，一会儿警察就来抓你们。去！男人说话哪有女人插话的份儿？别跟他一般见识，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来，先来吧。我爷爷可是古玩协会会长，从小见宝无数，居然敢说我不识货，我还觉得你有点眼力劲儿，现在看来也不多。哎呀，小伙子，你要早这样多好，这地上也怪凉的。还是他识货呀！玉髓手镯一个价值69元，东兴街亮亮饰品店。玉髓手镯一个价值69元，东兴街亮亮饰品店。这小子观察力真好，连小票都能注意得到。 69元的东西，你们可要30万！你们这是诈骗！快报警！我早就报警了，你们就等着警察来抓吧！你干什么呢？哼，又是你们两个！这俩人啊是惯犯，经常用假货碰瓷路人，遇到年轻女性啊，还会用假装鉴定的理由啊把人带走拐卖。幸好你们两个机灵，小伙子干得不错，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要立刻报警。谢谢警察叔叔。谢谢警察叔叔。走吧。好人，谢谢你啊！我叫云凌雪，你叫什么？不客气，我叫唐宋。小雪啊，我到应宝园了，你在哪儿呢？秦叔，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过来。好。好人，本小姐从不喜欢欠别人的，
为了感谢你，走，请你吃饭去。哎，不用了，我还有事。不行，吃饭之前先带你去个地方。老板好眼力呀，这可是我才收的迷情花，祖传的。齐叔，我来了。小雪，我看这个明星花不错，哎，你来看看。老板错不了。实话跟你说吧，这是我上周呀花了血本赎回来的。好军人，现在机器烧制。站住！这是你上周刚收的，还是上周刚烧的呀？哎，小伙子，不懂不能乱说呀，这正儿八经迷情花。哦，这屏下釉面的气泡分布太均匀了，很明显是现代机器烧制的，明代可做不出来啊。啊，我看看。竟然说的都对，没想到你还懂这些，我都要观察一会儿，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哎呀，我就是平时爱研究一下。那这个呢？啊，这个，我跟你说实话，正宗的和田玉，假一赔十。结构松散，不如青海料。内部结构松散，连青海料都不是，顶多就是块普通石加工而成的。小兄弟，看看这个，这个呢？做旧的。这个呢？哎，不买看什么看呢？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真倒霉，遇到个虫。嘿，那些东西从小玩宝的小雪都得观察一会儿，没想到这小子一眼就看出来，竟然比小雪还厉害。这小子什么来？小伙子，眼力不错呀。原来你还是个虫。虫？啊，就是行家的意思。看你这样子，没想到你还懂这些。我就是平时爱在家研究一下。小兄弟，咱找个地方好好谈谈。赶快去谈，去！走！事情呢就是这样，这位小哥不仅眼力好，人也好，刚才多亏他救了我。这一位是云长骑士集团董事长，酷爱收藏。竟然是云城首富。秦老板，我叫唐素。小兄弟，你救了小雪，我理当敬你。今天以茶代酒，谢谢小兄弟。坐。你知道吗？小雪是古玩协会会长于会长于清扬的孙女，我们两家是世交。你既然救了小雪，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开口。好。爸，我们来了。这就看呆了，她可是秦氏千金，齐叔唯一的宝贝女儿，也是我的好闺蜜秦真真，人长得漂亮又有钱，就是眼光不太好。伯父，这是送给您的。爸，这可是阿浩上周在宝云拍卖会特意拍下来送给您的。对啊，伯父，这可是我花了80万才拍下来的宋代官窑笔洗，您可一定要好好长长眼啊。爸，这个笔洗的样子还挺不错的。这可是我花了80块做的金房，片鱼鳞血都没问题，更何况你今天把你们父女俩好高兴了，拿到侯一斋的管理去，
趁了你们秦家指日可待，也不枉我费尽心思送你们那么多好东西。小雪，嗨。周浩，珍珍的男朋友。哟，小雪，这位又是你从哪个工地上交的新朋友啊？首先，珍珍是你女朋友没错，但我跟你很熟吗？请叫我大明，谢谢。民工怎么了？民工眼光比你好，鉴宝也比你强。你，行了行了。哼，也不知道珍珍看上他哪儿了。母亲在各有所爱嘛。可是首富家的女儿为什么身上都是一身假货啊？小兄弟，你说珍珍身上带的是假货，你没有看错吧？你是谁？凭什么说我带的是假货？我说，这位民工，你见过翡翠吗？知道什么是翡翠？这翡翠项链和这清代的和田玉凤簪是我送给珍珍的定情信物，你不懂，可不要乱说。喂，虽然我不喜欢周浩，但珍珍身上戴的可都是他花了大价钱买的，我看过的，没问题。那好吧，当我没说过。不过经过酸洗处理过的避货翡翠，长期佩戴会对皮肤不好，时间长了还会引起皮疹。珍珍，这是……爸，这是我生日过敏。既然咱戴的是真的，就卸下来，让这个小兄弟长长眼，看一下又无妨。没事，珍珍，就给他看看。我猜这位民工应该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就当给你开开眼，长见识。穷屌丝，这翡翠和簪子，除非用机器检验，否则根本没人能看出来。你一个穷鬼能看出来什么？承蒙秦老板抬，确实，我只是一个在工地开挖掘机的，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不过像这种一眼假的东西，也确实没必要再看第二眼。内部结构松散，颜色沿裂隙分明，很明显是人工处理过的。不信可以送到专业的机构去检测。至于这簪子嘛，内部结构有非常明显的现代工艺雕刻而成，而且这玉料也是经过酸洗做旧的，时间啊最多不超过1年。啊，小雪，他怎么对这些东西如此了解？不可能啊，一个民工而已，肯定是话本话说到这份上硬着头皮蒙的。我说，你个开挖掘机的，上来就说我这些珠宝玉石是假的，你觉得会有人信吗？哎，话不能这么说。刚才我差点走眼一件明代的青花瓷，多亏了这位兄弟。啊，不对，我之前看那些翡翠玉石没有问题的，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有些不对劲。不是啊，好。我说，你不会是哪来的骗子，提前打听好秦总的爱好，特意来这显眼招摇撞骗的吧？还是说你知道我们弘一斋少一个鉴宝师傅，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毛遂自荐呢？啊？妈，这小子不会是秦一红来试探我？穷屌丝，我就不信你的眼睛跟机器一样精准。弘一斋，云城最大的古玩商城，秦弘毅、弘一斋，想必是这位秦总的产业了。不愧是云城首富。鉴宝师傅，他倒是提醒我，要是能进弘一斋，相当于掌握了整个云城古玩商城的一手货源，加上我的透视，低价捡漏，高价卖出，转手就是钱，岂不美哉？玉质温润，雕工也精细。
听见没？但是这包浆和沁色，感觉有些不太自然。还有这裸眼上的神韵，看久了也稍欠古意。珍珍，你们该不会是被别人骗了吧？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送去机器那儿鉴定一下吧。这不可能啊！这2件东西都是我花大价钱买的，哎，这都有鉴定证书，这不可能有假的。再说，他一个民工，懂什么珠宝？我懂不懂珠宝暂且不说，但周先生你确实不太适合玩玩珠宝。什么意思？你花80万送给秦老板这件笔洗，它也是假的。胡说什么？这可是我花80万才买的，不可能有假。再说，你说我不懂文玩，老子可是红玉家的副总经理。再说你一个臭挖掘机的民工，见过几件好东西啊？知道什么是文玩吗？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这位先生，听你的口气，你应该是个懂行，但是隔行如隔山，玉器、瓷器、书画这些都是有区别的。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秦小姐，你默认这位周先生送你的定情信物是假的喽？我没有。于小姐，这釉面下的气泡分布的太规整了，很明显是现代器窑烧制而成的。还有，这款底的书法风格很明显不符合宋代的特征。这釉面上的瑕疵，不仔细看还真是看不出来。还有这底部的字，宋代确实没有这种写法，确实是件高仿品，几乎能以假乱真。不过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可能就是假货看多了，熟能生巧吧。小雪说的话，你都听见了？你呀，看看人家啊，跟人家好好学学。开挖掘机怎么了？高手在民间。哎，走，赶紧走！怎么了？秦总，饭店门口有个老头摆摊，我们赶他走，一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破罐子，结果那老头非说他那是个古董，嚷嚷着让我赔钱。你不能进去！开，我不能进去！住手！你们打坏了我的东西，不赔钱，你们别走。老头，这里是秦氏饭庄，不是你撒泼的地方。识相点，带着这些垃圾，赶紧滚！你们有点臭钱就了不起了？砸坏我的东西就应该赔，更何况我这都是古董。大爷，您这些罐子是有些年代，但不太久远，也就是民国仿的，一个最多值100块。100就100吧，反正我也不多要。要不是我孙子生病，我也不会卖了他们。大爷，这罐子和这枚铜钱多少钱？还真是物以类聚，这开挖掘机的，找种地的。我说这穷老头的东西你也看得上？都是一些假冒仿品。刚才你不是说我那些珠宝玉石都是假的吗？我的那些最起码样子精美，拿回去还能当个摆设。这些，哎，你周先生，如果还是习惯这么以貌取人的话，那我劝你以后还是不要再玩古玩，免得以后被人当了冤大头啊！嗨，看来你们中间还有讲道理的人。哎，大爷，这个罐子和这枚铜钱一共多少钱？啊，就按100给吧。看你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不像有些人狗眼看人低。我这铜钱是我孙子在地里捡的，我看也不值几个钱，就送你了。这样吧，大爷，这些铜钱和这些瓦罐加起来，我一共给您2万。啊，2万？2万？啊！
你疯了吧？这老罐和铜钱看起来也就那样，撑死就值个500多块，你干嘛？小兄弟，你是看出什么了吗？啊？这也没什么呀，小兄弟，是不是看走眼了？你可别玩脱了。不过你要是掏不起，看在秦总的面子上，这2万我替你掏了，就当是做好事。但是你以后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啊！大爷，快，你家孙子还在医院等着你，快来吧。真的2万，小伙子，谢谢你，谢谢你啊！这些东西都送给你，都送给你。啊，干什么？在这个地方轻轻刮2下。装神弄鬼。这竟然是真的铜钱！你们看，这里面的铜质和磨损程度看起来至少有200年历史，这么厉害，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是乾隆铜宝啊！小兄弟，这一次你可是捡大漏了。这怎么可能？这不起眼的钱币捡了个大漏，那这瓦罐就更有说法了。这件瓶子没什么，直接摔了吧。摔了？小兄弟，这可是你花了2万买的，你确定摔了？这个瓶子呀，本身没什么，摔了更危险。这是战国玉璧，纹路完好，玉质上乘，最少值30万。小兄弟，这个玉璧我要了，50万。你怎么知道这个瓦罐还有个玉璧？就是，谁知道你跟那老头是不是一伙的来骗我的？这不可能，这玉璧骗不了人，就算是骗人，也不可能用真货来骗人的。我就是觉得这个瓦罐重量有些问题，所以就试了一下，没想到运气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先生您好，这边是洪德拍卖行，您的资质已经审核完毕，您现在可以过来交保证金了。我知道了。秦老板，感谢招待，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哎，小兄弟，你这要去哪儿？我让司机送你。啊，不用了，感谢秦老板。哦，我在洪德拍卖行还有一件样品要寄拍，要加纳保证金。说来也巧了啊，小兄弟，稍等。伯父，通知拍卖行，这个小兄弟的保证金免了。这恐怕不合规矩吧？他一个来历不明的臭小子，这万一出了点问题，可怎么办？这能出什么问题？出了问题我担着。爸，阿浩也是谨慎起见吧。稍等，有个叫唐宋的，他的保证金免了吧？洪德拍卖行呢，也是秦叔的，放心吧。伯父，都交代好了。小兄弟，走，去公司参观一下。可是拍卖会是明天，今天我们……走吧，今天呢是拍卖会预展，我倒要看看你的眼力究竟有多好。我说你们怎么回事？那项链和簪子，不是说只有机器才能检测出来吗？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吗？现在让我怎么办？还有那些宋太快要辟邪，这个人鉴宝感觉比小雪还要厉害一些，他真的只是个开挖掘机的吗？还是说真的只是运气好？那周浩送我的簪子和翡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小子，不管你是谁，在秦家的世界上影响了我的计划，别怪我不客气。珍珍，今天的事情我
珍珍，你怎么了？我没事。珍珍，难道连你也愿意相信那个来历不明的臭小子？不相信我？不管怎么样，都是为我们将来打算。我怕伯父看不起我，怕我自己配不上你。你弄疼我了，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劝劝爸爸，让他把弘玉斋全权交给你接手。秦弘毅，你再怎么瞧不起我又有什么用？你女儿不还是被我拿捏的死死的吗？哇，你看这个。女儿啊，你看看前面这位小兄弟，别看他其貌不扬，内里大有乾坤。多跟小雪学学，你看看他一直跟着那个小兄弟。爸，我这不是还有阿浩吗？你别老是看不起他。女儿呀，爸爸从商几十年了，见过的人比你吃的饭都多。不是我瞧不起阿浩，是他自己瞧不起自己。如果他能抛去一切不切实际的表面功夫，学点真本事，我也不至于到现在亲自物色我们弘一斋的鉴宝师傅。哎，女儿，你感觉这个小兄弟怎么样？我要不要请他做我们弘一斋的鉴宝师傅？爸，你才认识他多久啊？你说他会不会只是做表面上的功夫啊？对，你说的对，我感觉这个师傅一定还会给我们惊喜。先看看再说。哎，月大，这里的东西随便拿一件，在外面都是顶级藏品。要是能在这里捡一件漏，相当于在外面捡10件。好人，预展呢，就是为了让竞买人更近距离的观察拍品的材质、工艺及保存状态，尤其是对古董、工艺品这类需要细节鉴别的材质至关重要。小心！于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好人，你又救了我一次。小兄弟，我这里是一些寄拍的宝物，您帮忙给长长眼。尤其这个粉彩镂空转心瓶，据说传承有序，是明天竞拍的标王。内部结构紧密，材料也不错，是个好东西。隔这么远都能看到，可以啊你。伯父，我看这个瓶子胎又细腻，这画工也是乾隆时期的经典风格，应该没问题。这要是拿回去放在公司大堂，绝对气派。伯父，你要是喜欢，这个转心瓶才是拍卖会的重点。这一个破笔筒就是不搭拍的，没人会在意，也就只有你没见过世面的穷屌丝才会在乎。秦总，这件笔筒它的起拍价是多少？也是，这个笔筒起拍价很低的，也就2万块。你一个穷鬼东拼西凑一下，还是掏得起。我就是看它比较顺眼，木质也不错，觉得它做搭拍有些可惜了。切，穷鬼就喜欢捡漏。
子檀木，这是对的，就是品相差了些。怎么啦？你喜欢？小兄弟，如果你真心喜欢，我做主，送你了。这不好、啊，这有什么不好的啊？我今天认识小兄弟，也算我秦某赚到了。哎，秦总，我不是跟您客气，我只是觉得您待会可能会后悔的。哎，就一个搭拍的物件，我送给你，你放心，绝对不会后悔。一个穷鬼，就想钱了。哎，于小姐，能不能借你发卡用？能。竟然有暗格！天皇石印章，这包浆和雕工是乾隆宫啊，页纹清晰，雕工极精，价格远超笔筒本身。这怎么可能？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都是运气。我只是觉得这个笔筒重量分布有些微妙罢了。不得了，此子眼力放在整个鉴宝界，怕都是无人能及。就连于清扬的老东西见了都要惊叹吧。一定要把它留在我弘毅斋。小兄弟，可曾听说过弘毅斋？弘毅斋，云城最大的古玩商城弘毅斋，当然听说过。这现钱要干什么？什么？我马上回去。爸，怎么了？这就是你父子的弘毅斋。有人说，在弘毅斋买的明清瓷瓶是个赝品。这，伯父，这怎么可能啊？来，大家都来看看啊！这大秦集团卖假货，专坑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这瓶子我花了50万买的，假的。先生，您别着急，我们这里的商品都是经过初步鉴定的。鉴定？哎呦，鉴定个屁！我看你们就是一伙专门来骗我钱的，把你们负责人给我叫出来！行了，我们弘毅斋的东西不可能有问题。你说是假的，你有什么证据？今天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我可以告你诽谤。好，证据是吧？来，都看看，票据、证书、东西都他妈是假的，假一赔三，赔我150万，要不然找记者曝光你们。行了，来人，把这个胡搅蛮缠的东西给我扔出去。行了，这位先生，您先别着急，我是弘毅斋的管事，只是我们一定抓紧这件瓷瓶，我们需要再重新鉴定一下。如果是我们的真，我们绝不退让。但是鉴定需要时间。时间？又想拖？没门儿！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不对，伯父，秦叔，好人说的没错，那件瓷瓶确实是假的。瓷器胎质、款式、釉光都不对，这是一件现代仿品。什么？我弘毅斋从来不会出现假货。这批瓷瓶是上周刚离职的刘师傅检验过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是刘师傅检验的，但毕竟在我的管理期出了问题。伯父，这次的赔偿我一个人承担。弘毅斋10几年的老招牌不能砸在我的手上。阿浩，爸，算你有担当。你去带人处理一下，赔偿照旧。这怎么了？有问题？不是，只是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起了。什么？第3次？对呀，伯父，是也不知道这个刘师傅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年纪大了，看走眼了吧。也怪我没有仔细检查清楚。行了，你带人去处理一下。是。等等，那个发票上面的时间和印章都是被人改过的，
秦总，我建议您还是去查一下监控记录和销售记录，毕竟弘毅斋这么大的文玩店，1个月3起假冒违约事件，未免也有些太频繁了吧？立刻通知保安部严控现场，给我查一下销售记录和监控，在没有结果之前，谁也不能乱动。是。等一下，伯父，还是交给我来办吧。这毕竟出这么大的事儿，传出去，怕会影响咱们的名声啊。名声？1个月3次假冒文玩，脸都丢尽了。这样吧，我跟周管事一起去，这样快一点，尽量把影响降到最小。自己管理不善，当我们干嘛？别理他。没事儿，挺有担当的。我这边出了点状况，现在只能把送到远外了。老板交代要做得干净点。我知道了。对了，再给我点人手，我要处理点事情。金总，查到了，我们根据这个人提供票据上的时间对照监控，结果发现那天红玉斋根本没有这个人，发票是伪造的，而且瓷器是被调包过的赝品，真品早已被调包卖出了。查，一查到底，报警！我就看谁敢在我秦弘毅的地盘玩灯下黑。是，秦总。这位先生，麻烦您跟我配合一下调查。你们不给我赔钱，要带我去哪儿啊？行，反正你们卖假货，得给我赔钱。请吧。庞兄弟，今天多亏你了。首先在应宝园，你提醒我青花瓷有问题，接着帮我验出了假的笔洗，现在又看出了假瓷瓶和假票据的端倪。你是我秦弘毅的贵人呐。秦总客气了，咱们玩古玩的都讲究一个缘分，可能这就是咱们的缘分吧。说得好，庞兄鉴宝技艺超强，人也爽快。要不然你来我们弘毅斋做鉴宝师傅，我每个月给你10万。哈，秦叔，唐宋是我带来的人，我还要领回去给爷爷看呢。雪丫头，你担心什么呀？我只是让他到弘毅斋做鉴宝师傅，又不是让他来做我的女婿，跟带他去见你爷爷一点都不牵扯。庞兄，做鉴宝师傅的事儿，你先别着急回应我，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只要你能帮弘毅斋挑到好的宝物，把把关就好，其他时间你随便。而且成交一件宝物，我分你4成红利，怎么样？这可是就来枕头了。我的透视异能强大，来得比较突然，长此以往，怕是会惹人怀疑。秦家是元城首富，背靠大树好乘凉，借着秦家把我的名声打出去，以后何愁没有生意啊？好的，秦老板，我答应。好。那秦老板没什么事，我就先走。好，明天拍卖会上见。到时候我要在圈内宣布，我秦弘毅终于发现了一位良将。秦叔真真，那我也先走了，拜拜。此人眼力超强，未来不可小觑啊！有他在，弘毅斋交给你我就放心了。跟我抢弘毅斋，先看看你能不能活到明天。走。今天你救了我2次，谢谢你啊，好人。不客气。啊，对了，今天周浩说的一些话，你千万不要在意。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眼高于顶，瞧不起人，所以我一直很讨厌他。没关系，其实他说的也有道理。我本来也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也没见过什么宝。你不要这么妄自菲薄嘛！你的鉴宝技艺这么高超，以后会有见不完的宝物的。你的鉴宝技艺是跟谁学的？哦，我没什么师傅，就是平时爱在家看书，兴趣嘛，就是最好的师傅。
真好奇，你的眼睛是怎么长的？你就是唐宋呀，死到临头了还在这谈情说爱是吧？你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坏了别人的事儿，小子。我给你5个数，交代一遍，之后就该上路了。5、4、3，怎么办？是我连累了你。2，没关系，外面一个是冲着我来的，还有一个说。又变强了。这异能又增强了。果然如此，原来随着透视使用的次数，我的异能也会增强，体质也增强了。惹到我，算你们倒霉！妈的，装神弄鬼的，给我上！上我欺负你饶我这次，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下次见，给我绕道走，听到没？还不快滚！给你5个数，5、4、3、2、1。没什么事，抹点药酒就好。我家就在这附近，你等我，我去给你取。你就打算就这么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吗？这……你不是说你家就在这附近吗？带我去啊！啊？怎么，你还怕一个女孩子不成？好。听说你在秦家进展不太顺利，连赵大勇都折进去了。陈总，您放心，就是一点小麻烦，恰巧碰到一个运气比较好的农民工而已，不足为惧，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而且我已经派人去解决了。那颗佛头已经出现，你必须尽快获得秦弘毅的信任。等你掌握了弘毅斋，再让秦弘毅举荐你进古玩协会，随时跟我们里应外合，拿下那颗佛头。到时等那位出手，秦家自然是你的。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万一哪天出了岔子，什么事情该说，什么事情不该说，也应该心里清楚吧，不然你的下场……这我都明白，陈总，您就放心吧。秦弘毅呀，秦弘毅，当年你胆小怯懦，不敢跟投，害得我倾家荡产。如今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云城首富该换人了。秦弘毅、秦真真，你们父女俩谁也别想拖出我的手掌心。接下来该怎么做，心里知道吧？当然，陈总，先稳住秦真真，尽快取得秦弘毅的信任。等拿到了弘毅斋的掌控权，借机加入古玩协会，一口气吞掉秦家。都是我的，我的。这姑娘心真大，都在做梦了，还在见我。一闪一闪亮晶晶，唐宋的眼睛像星星，捡起宝来比鬼精。非礼勿视，非礼勿视，非礼勿视。所以今天那伙人是刘伟？不可能啊！
反正这次他们没成功，肯定还会有下一次。下一次绝对不能放过他们。苏总，我们失败了。什么？一群废物！你们一群人连个农民工都干不掉。那小子不好对付啊。知道了，这几天晚上不要出来露面。把明天丰都拍卖场要拍卖的东西的资料，还有专家们的鉴定结果估价表发给我。小子，你运气好如何？会鉴宝又如何？明天要拍卖的东西是真是假，什么价格我一清二楚。哼，我就不相信你运气能一直那么好。明天你给老子等着！爸，你找什么呢？见小唐兄弟了吗？秦弘毅，今天我要让你看看谁才适合接管弘毅斋。唐宋，今天我要把你踩在脚下。秦叔，小唐兄弟，真真，快坐坐坐。小雪啊，你这衣服都没换，昨晚你不会跟他在一起吧？是啊，怎么了？好人昨晚救了我，你不怕你爷爷知道啊？那有什么啊？小雪，嘘，行了，珍珍，你就别吓唬我了。古玩协会那些宝贝们，我家老爷子都看不过来，哪有空来这儿啊？哼！谁说我不会来？爷爷，爷爷，你怎么来这儿了？这位是云城古玩协会会长，据说此人一生见宝无数，爱宝却不贪宝，更是远赴海外，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很多国之重器回归。可是鉴宝界的态度，要是能得到他的认可，那我唐宋的招牌算是打出去了。于老头，要不是我打电话说你孙女在这儿，恐怕你都不会帮我来主持今天这个拍卖会。哼，我把我孙女交给你，你却好，让她随便跟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走了，还在外面过夜。于会长，这位唐先生可不是什么来历不明的人，他是工地上开挖掘机的，昨天跟我们呀也是偶然相遇。这至于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小子，于清扬可是出了名的老顽固，于凌雪可是他唯一的宝贝孙女，这下看你怎么交代。爷爷，唐宋是好人，他昨晚救了我2次呢，要不是他，你可就看不见你的宝贝孙女我了。昨晚也是我脚崴了，他不放心我，不像有些人，心是脏的，看什么都是脏的，连眼神都不太好。你行了行了，于老头啊，小雪不愧是你们鉴宝世家的，这一次她可是替我发现了一件大宝贝。哼，你也不看看她是谁的孙女，你秦老板也算是阅宝无数，还没见过你这么开心过。这是得了什么宝贝？让我也尝尝眼。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昨天晚上拐跑你孙女的这个年轻人。哈哈哈哈，他算是什么宝贝？哎，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小兄弟，他可是我在鉴宝界平生见过眼力绝佳的年轻人，有可能比你们协会那些老头强几分。于会长好，晚辈叫唐宋。都是秦老板太夸张了。于会长慧眼如曲，在整个云城乃至龙国，都是顶尖的鉴宝大师。小子只是无名之辈，还是要多跟您学习学习。哎，我可不敢当，我希望你还是离我的孙女远一点。爷爷啊，话说的倒是漂亮，就是不知道鉴宝技艺如何。爷爷，唐僧可厉害了。他昨天呀，还帮秦叔看出了一件高仿的青花瓷，还看出秦真真脖子上的翡翠项链和玉簪是假的。不止这样，昨天周浩还拿了一件压死翡翠项链和簪子，第一眼我就觉得不对劲，水头太足，除了龙石中没有料子能做出来。可周浩却一口咬定是上好的帝王绿，原以为他们年轻人带着图个乐子，没有新意。
没想到被你这小子说了出来。你可有师傅？小子并无师承，纯属是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小子眼前就是屎。鉴宝这一行牵扯甚广，需博闻杂技，除了自身兴趣，个人天赋、师承也很重要。你既没有师傅，天赋再好，也不可能走太远。哎，于老头，恐怕一会儿你对这位小兄弟只会觉得相逢恨晚。那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你们说的这么玄乎。老朽不才，今晚的拍卖会由我主持，还望诸位尽兴而归。不愧是云城最大的拍卖行，既然能请于会长来当主持人，这下有的看啦。既然是于会长主持，那等会儿可否请于会长帮忙长长眼呢？好说好说，我宣布，今晚的拍卖会正式开始。这第一件东西呢，是一块上好的狗头金，其外形盘龙卧虎，起拍价10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哎呀，这么大的狗头金，我还是第一次见。盘龙卧虎，寓意甚好，买回去放在客厅刚好1200万。刘老板，巧了，我也看上了，1500万、1600万、2000万、2800万。我这么大的狗头金实属罕见，更难得的是模样还这么新奇，看得我手都痒痒。估计啊，是哪个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看到这么一大块金子啊，迫不及待的想卖了。这要是我，肯定会找个上好的底料，相个底座，这一价肯定端上去不少。你懂什么啊？这种天然的狗头金，珍贵在于天然二字，过多的艺术加工呢，只会破坏它本身的价值。这样保留纯粹的样子，才是狗头金最值钱的地方嘛。恭喜这位买家，最终以2800万的价格拍下这块狗头金。2800万，不错，有了这些钱，我更有剑法的底气了。宝入左手，倒右手，让钱生钱，还能不断强化我的透视异能，增强体质。眼睛好热，手掌也好烫。好人，你怎么了？越来越清晰了，我的异能又增强了。皇兄，你是哪里不舒服吗？切，估计没见过这么大金子，眼睛被闪坏了。没事儿，可能就是昨天晚上看鉴宝书看得太晚。继续。堂兄如此好学，难怪在鉴宝上有如此的造诣。好人，你昨晚真的看书了 ？Of course 。虽然有透视，但是鉴宝的基础知识我也得知道。我也不想熬夜饿，还不是为了配合我的这种异能吗？诸位，接下来这件拍品是一件晚清早期民谣瓷瓶。这件瓷瓶看似是晚清民谣，实则内里大有乾坤呐。你确定这件瓷瓶起拍价11万？这是我们拍卖行专家鉴定过的价格，于老有什么问题吗？罢了，宝物不在价，好东西还得有缘人呐。这件晚清民谣瓷瓶起拍价1万，最低加价不得少于5000，各位请叫价吧。这件瓷器普普通通，买回去也没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没人要的，咱下一件吧。这件瓷瓶可没有这么简单，起拍价1万，问题是搞错了吗？看刚才于老先生的样子，想必也看出端倪。不过开场就能捡大漏，我一定要拿下。爸，
刚刚爷爷对这件拍品这么犹豫，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先看看再说吧。一个晚清瓷瓶而已，于会长之所以惊讶，应该是因为这种东西还能进入我们德宏拍卖会。毕竟我们德宏拍卖会可不是什么东西和人都能进来的。小子，今天所有拍品的金额和价格我一清二楚，你最好祈祷今天运气爆红，不会看走眼。不然今天你要是看走眼一件宝贝，我要让你臭名远扬，永世不得翻身。各位，没有人叫价吗？这件瓷瓶不值钱，就是一眼无的东西。于会长，赶紧流派下一件吧。这丫头也没看出来吗？唉，罢了，这件东西藏得比较深，要是从小见宝无数的她，估计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惜了呀，如此宝贝。如此宝物竟然没有人要价，那可就又便宜我。我宣布，这件拍品流拍5万。我出价5万。这小子难道他看出来了？不可能吧，小雪都没有看出来，他能看出来？应该是看没人叫价，想来捡漏吧。还有人加价吗？我说这位小兄弟，这就是晚清的一个普通瓷瓶，你还加价到5万？就是啊，刚才于会长不都说了吗？这也是一件晚清民窑瓷，你不会觉得我们没有人要价，你想在这儿捡个漏吧？啊，你这如意算盘可就打错了。我提醒你一句，这件你要是5万块钱买回去，就是1万块钱，你都难出手了。感谢老哥提醒，不过我就是看他比较顺眼，喜欢。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儿啊！我倒看你这一身装扮，定然是没有见过任何好东西，难怪。哎，好人，你是不是看出来什么了？啊，王兄，虽然这个瓷瓶也算半个古董，但是它也不值5万呢。放心，原来是秦老板的人，我就说嘛，这就说得通了。秦老板财大气粗，就这俩钱儿，毛毛雨了。孙老板，你这话可说错了。啊，我们跟他可不是一伙的，他呀是我们这刚来的鉴宝师傅，之前就是个开挖掘机的，是我们秦总可怜他，想带他来见见世面，想不到他居然突然叫价。他刚才叫的价不作数的。各位见笑了。哎呀，原来是这样。秦总，你怎么找了个农民工当鉴宝师傅的？有钱也不能这么任性吧？小子，看我怎么把你踩在脚底。犹如各位刚才所说，这件瓷瓶画工呆板，画工粗糙，最多呀也就是个清末晚期的仿品，是我弘一斋图个乐，最多呀也就值3万块。想不到这位民工鉴宝师傅却当真了。各位见笑了。我说秦老板，我看你这个未来女婿要比这民工师傅要强得多呀，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想不到阿浩鉴宝技艺也是有所增长，看来昨天是我误会他了。堂兄，要不算了。放心，谁说刚才的叫价不作数的？要是没有人再加价，那这件东西可就是我的了啊！我说小兄弟，你是不是想捡漏想疯了？一眼亏的东西你还加价5万？哼，这傻子！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5万一次，5万2次，我加价6万。我看这小子对这件瓷瓶是志在必得呀。既然你想要，那就好好陪你玩玩。等会儿看你口袋里的钱没了，我看你后面的拍品还怎么跟我竞价。你不是说你不要的吗？我不是看这位民工兄弟执意想要，我呢就突然就很好奇，就想把它买过来好好看看，不行吗？
哎，好了好了，谢谢秦老板。我在此声明一下，我唐宋今晚在拍卖行所消费购买的东西，全由我一人买单，与弘毅斋无关。这，你有那么多钱啊？想哄抬价，耗干我的钱，就怕你不敢跟。6万一次，10万，10万。啊！这小子到底怎么想的？是真的看出来什么了，还是在跟一个不相干的人较劲呢？这小子是不是疯了呀？这你想加价，我奉陪到底。好小子，既然你想玩，我陪你玩啊！反正到最后都是由你兜底，我怕啥呢？15万，我出双倍，30。好小子，行，这件不值钱的东西，我就赏你了。哎，还有人要加价吗？要是没有人再加价了，于老，请宣布结果吧。30万一次，30万2次，30万3次，成交。30万拍一件晚清民谣瓷瓶，我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我。我说秦老板呐，你们弘毅斋的鉴宝师傅要都是这水平的话，我们以后可不敢光临你那里了。毕竟这冤大头不是谁都想抢着当的呀。江老板，还请见谅。相信经过今天这场拍卖会，秦总对鉴宝师傅的人选应该另有打算。30万，还一个3万的瓶子，我该说你傻，还是该说你活该呢？不过这样更好。小子，弘毅斋可不是你能来的，坏了我的好事，我让你后悔出现在我面前。谁说这件瓷器是民谣晚期的？谁说这件瓷器是民谣晚期的？小伙子，你是不是想捡漏想疯了？这不是一件晚清民谣的，还能是什么？现代的吗？小伙子，鉴宝这一行水深的很，你一个开挖掘机的，勇闯鉴宝界，这份勇气十分难得。30万，你就当买个教训吧啊！不过你这个教训确实有点太过于沉重了，30万啊，这得开多少年的挖掘机呀！啊，光这挖掘机这摇杆，怕是都要擦出火星子。唐宋，你也太草率了，今天给我们弘毅斋丢了这么大的人。看这小子的样子，难不成是看出什么了？小子，你执意花30万拍下这件瓷瓶，这是为何？小子，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倒说说看。他不就是老大爷劈叉，纯扯淡的吗？不是啊？于老，难道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件瓷器吗？好小子，小子，你走眼了，敢对于老不敬？就是啊，这于会长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啊，你竟然敢对于会长不敬！要我看，来人啊，把这坏规矩的小子给我赶出去！哎，等等，不对了，这其中肯定有端倪。唐兄，你是看出什么来了吗？伯父，这小子分明是玩砸了，在这故装淡定。于老，还请您跟诸位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购买这只明代官窑龙纹瓶？于老，还请您跟诸位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购买这只明代官窑龙纹瓶？他在说什么？明早期官窑的龙纹瓶？你在开玩笑吗？小子，你还在做梦呢？啊！哎呦，小子，有些东西，这件瓷瓶确实是明早期官窑龙纹瓶。
这瓶子粗看釉色浮夸，面部呆板，确实像晚清民谣。不过诸位请看，那龙纹上的眼睛用的是点睛墨，民国仿制，绝无此工艺。还有最关键的是，这瓶下胎釉结合出的火红石自然深刻，是明初景德镇官窑的典型特征。还有最重要的是，这釉面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内蕴着一道极其浅丽的蛤蜊光，这是只有在数百年特定的釉料上才能显现出来的，是模仿不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件明早期官窑龙纹瓶，只是可能后来清洗不当伤了釉面，这才显得有些暗淡。好，说得对。这要是真的，那这件龙纹瓶可就是个宝贝了，最少100万起步啊！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啊！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爷爷都发话了。好人，不愧是你，我就知道你不会无的放矢的，不像某些人，什么土腥味都没洗干净。看来我秦弘毅没有看错人呢。啊！不对呀，资料上明明写的是晚清官窑，价值3万。什么资料？什么资料？啊，没什么。哼，小子，这个龙纹瓶在你手里也算得其所在。还多谢两位老兄，忍痛割爱。哼，臭小子，这次算你运气好。哼，下次我可不敢保证你还能押中宝。好了，诸位，见宝如临考，其本身就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一场失之桑榆，下一场说不定还得之冬榆呢。我们来看下一件牌品。于会长说的对，臭小子别太得意。这是一幅古画，唐寅的山水画一幅，起拍价80万，最少加价不得少于5万。各位请叫价吧。哎呀，这幅画看起来油墨老旧，印章也齐全，应该是件真品。我收85万。这幅画笔墨酣畅，意境长远，必然是真品。我说90万。这幅画有点意思，倒是仿得不错，可惜不是真迹呀。我100万，我出110万，120万，130万，140万，150万。假假又真真，有意思。你们怎么回事？给我的资料有问题。小子，接下来你给我等着。这位买家出150万，还有人加价没？这小子这次怎么不加价了？难不成他看出这幅画有问题？刚才如果龙纹瓶不是他瞎蒙的话，以这小子的眼光，应该能看出这幅假画。150万一次，150万2次，160万。怎么又是你小子？这画看着山水清秀，层林尽染，浓淡适宜，倒像是唐寅的手法，但这装裱的衬纸和墨色看着有些不太对劲。好人，你要不再看看呢？这还用看？这幅画是假的。这画无论从笔法还是纸张都是真的，你说它是假的，总该拿个理由吧？这幅画纸墨确实不错，但是下面还有一层现代的化学涂层。这画心虽然是老的，但是题款和印章都是后加上去的。不信你们自己对着灯光看。这
还真是。还好是这小子最后加价，要不然可砸我手里了。这位年轻人的眼力倒也不错，160万一次，160万2次，160万3次。唉，这小子还是太年轻了。嘿嘿，喂，小子，你刚才不是花30万买了个龙纹瓶吗？这回又花160万买这幅假画，哎呀，这下不是白折腾了吗？哎呀，花160万买幅假画还这么开心，真是傻子。谁说这话是假？谁说这话是假？于会长，我们这位民工鉴宝师傅非说自己花了160万买的是幅真迹，我是实在不忍心看他自欺欺人了，还请于会长为我们鉴定这幅画到底是真还是假。小子，等于青阳亲自宣布，我让你全场出场。就是啊，于会长，你给鉴定鉴定。对啊，于会长，你总得让有些人死也死个明白吧。小子，马上你就要成为鉴宝界的笑话。正如那位年轻人所说，这幅画不是真迹，乃是仿品。这画下面有一层化学涂层，题款和印章也是仿的。果真如此。哎呀，小子，怎么样？这下看走眼了吧？啊，是不是啊？于老，能否允许我看看这幅画？哎呀，看看，你看啥看？就是想上天呢，你就是上天，这幅画他也真不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合于会长同台？于老，我只是想邀请一位鉴定经验十分丰富的鉴定大家来帮我一起揭开这幅画的真面目。小子，你又想出什么幺蛾子？拍幅假画是你技不如人，输不可怕，不敢承认自己输才是最可笑。小人得志。小子，拍卖会有拍卖会的规则，你要是把话说不清楚，我是不会让你上来的。于老，我想说的是，这幅画它是一幅画中画。于老，我想说的是，这幅画它是一幅画中画。画中画？你是在说梦话吧？哼，不是，小子，你是不是短剧看多了，还画中画？哎呦，确实，这160万你这辈子是挣不到，难怪你这么不死心呢。啊，于老，你就让他撞这个南墙吧。啊，哎呀，也好，反正这幅画是假的，你小子就算上台又能怎样？刚好让你在台上下不来台。于会长，既然他这么想找死，就让他死个明白。罢了。不过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上来说不清楚什么，那我至死退出鉴宝界，永不见。这于老，请看这里，隐约能够看到原本的落款被遮盖了起来，应该是清代摹本，改成了唐伯虎的作品。既然知道，为何你还要执意拍下此画？诸位请看，这幅画放到强光下看，能够看到画衬的衬纸和露出的墨迹，应该是民国高手所作，作绣的手法非常高明。所以呢，你上去就为了证明自己买了一幅假画吧？哎呀，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看见当众揭自己丑的呢。哎呀，有意思。伯父，这小子实在是太狂了，他明明知道他现在代表的是秦家，居然还上去出丑。嘘，你上来
就是为了说这些。于老，您再看看这幅画的画心部分，装裱的衬纸用的是清代官府的文书残页，只是这墨色和纸张的年份不对。透过光看，这画下面透着一层更淡的墨迹轮廓。这画下面还有画。什么情况？这还真有啊！妙啊，妙啊，真是奇妙呀！如果我猜的不错，这幅画下面覆盖着一层更优秀的画。这幅假画是为了保护底下的真气而做的画中画。什么？真的假的？于老，还请允许我为您揭开这幅画的真面目。好，好，好。哎呀，此乃失传的元代画作《江山揽胜图》。什么？这其价值不可估量啊！哈哈哈哈！这不可能！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真相就在你面前，输没关系，不敢承认自己说才最可笑。你精彩，真是精彩呀！哈哈哈。这小子什么来头？竟有如此慧眼，我等自愧不如啊！如此元代家宝，1600万都不为过。孙老板，你可又做了一回好人呐！还能有什么？他不就是一个开挖掘机的，走了这狗屎运吗？这先是龙文凭，再是年代古画，这位老板可是透视大1000万元呢。这狗屎运，有些人想要还没有呢。你真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鉴宝这行水深得很，这小子没有师傅还能看出这些东西，天赋异禀。要是能当我徒弟，那日后的鉴宝大会上拿回那颗佛头，也能多几分胜算。诸位，现在中场休息，10分钟后我们开始下一场。你太厉害了！小子，你可愿拜我为师？我通过这2次鉴宝，发现你确非池中物。若是你愿意拜我为师，我愿将鱼门鉴宝绝学教于你，你可否愿意？哎，于老，你这什么意思？刚才看这个小兄弟爱答不理的，现在还想收人家为徒，你这变脸也太快了吧！于会长，你怎么要收他为徒了？好小子，当年多少人携重礼砸重金登门都被拒绝了，你竟然能让于会长主动收徒，你有福了呀！若是能有个古玩协会会长师傅，那我也算是师出有名，以后再也没人会怀疑我，我的透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而且有了这层靠山，我的鉴宝招牌只会更加响。徐老，我只是一个外人，而且你已经有于小姐这么优秀的传人了。哎，小雪虽然从小鉴宝无数，但她的天赋和你比还错着嘞。况且我于家先为国，再为家。爷爷哪有这么说自己孙女的？于老，我能拜您为师，是我唐宋之幸。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哎，这小子不一般呐！怎么回事啊？那幅画又是怎么回事？哎呀，那些资料都经过专家鉴定了的，可是其中几件藏得太深了，人家专家都看走眼了，真没想到被那小子看出来了。那就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不过你放心，陈总说了，
鉴宝变数太大。我在你座位底下给你准备了一块透视手表，只要用手表上的针孔摄像头扫描一下，便知真假。孙老板啊，可否商量个事情？于老，这件拍品是继拍人着急用钱，请求我们临时加拍的。这人外表其貌不扬，却是个好东西啊！诸位，下午拍卖会开始，是临时追加拍卖的一件笔洗，起拍价10万，最少加价。这笔洗粗看其貌不扬，内里大有玄机。15万。哼，跟你商量个事情。你说。孙老板，这圈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您孙老板是老行家、老前辈，刚才那小子实在是太狂妄了。一个开挖掘机的，居然敢那么冲撞你，咱们可千万不能放过他。那你有何高见呢？是这样的，我呀是秦氏的人，这按照规矩，我本不应该出现在拍卖场上，但是这些拍卖的真实情况我最清楚的。这样，一会儿我给你个信号，这好东西你可一定要收走，可不能再让那家伙捡漏了。至于差的，我们给那小子做个天局，让这小子永世不能翻身。好，这种品相的笔洗，一看就不值钱，傻子才会要。这个笔洗看上去普普通通，还是临时加拍的，但他怎么会突然出手？之前的龙文平还有古画，他都没有看走眼，就连于老也要亲自收他为徒。跟拍看看，20万。我已经拍得了2件重宝，这件笔洗又脏又旧，甚至连上面的花纹都看不清楚。这质感也一般呐。小子，我看着跟你挺般配啊。好啊，25万。好小子，眼光真多，想必是早就看出这笔洗不简单。还在加价，咱们也跟拍30万，30万一次，30万2次，40万。这个笔洗是有什么说法吗？珍珍，这个破笔洗没有什么说法，这一看就是哪个着急用钱的人过来碰运气的。珍珍，一会儿你要是有想要的东西告诉我，我叫我朋友拍下来送你。透视手表，他这只表竟然是一只透视手表，他想干嘛？看什么看？没见过名表。奇怪，既然他的表可以透视，难道没看出来这个笔洗价值不凡？哇，感觉不一样。果然如此，自从触电以后，我的异能就会越来越强，身体也会越来越强，身体周围还会变成一个大的容器。只要我使用异能，我的周围就失灵，形成一道磁场，会干扰一切电子设备。原来是这样，一个用透视手表鉴定，一个唯独我，想让我身败名裂，可惜一切手段在我面前都是白费功夫。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陪你玩到底。45万，诸位还有没有要加价的？50万。要不是那狗头金花去了我所有的预备金。好了，小兄弟，这件笔洗给你了。50万一次，50万2次。我出60万。一件烂笔洗，既然你这么想要，那就多出点血。你不是说你不要的吗？怎么突然加价？你是故意的？是，我是说了我不要，但是
我没说我不加价呀。我出100万，还要加吗？小子，100万是吧？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吓住啊？我告诉你啊，这件笔洗虽然不值钱，但是你想得到它，哎，我偏不愿意让你这么轻易得到它。120万！混蛋！那就让给你好了。120万一次。不是你小子敢耍我你？你既然想要，那我就给你好了。120万2次，120万，125万，怎么样？还要加吗？不加了，不加了，给你了啊，给你。反正你一开始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你小子不好受啊。好小子，这手阳谋玩得不错。125万一次，125万2次，125万3次。恭喜诸位，下一件拍品汉8刀玉蝉1枚，起拍价5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这玉蝉模样倒是不错啊，我出55万，60万。这玉蝉倒是小巧，女儿呀，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让雪丫头给你拍下来。徐总，我看这枚玉蝉品相一般，不太适合钱小姐。堂兄，你是说这个玉蝉有问题？钱总通透哦，珍珍，我看这玉蝉品相不错，你要是喜欢，我拍下来送你。你知道的，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这玉蝉我不喜欢。珍珍，哎呀，你有完没完？人家都说了不喜欢，你还在这装深情。既然你们想跟我做局，那就别怪我。80万，80万，还有人加价吗？90万，90万一次，90万2次。小子，你怎么不举牌了？啊，是不是刚才那个鼻洗已经把你的棺材本都花完了？没钱了是吧？想跟我玩，你嫩着呢。嗯，100万，你110万。这一轮他们俩都在加价，看样子这玉蝉是好东西没跑了，我也加120万，150万，150万一次，150万2次，150万3次。成交！恭喜这位行家。接下来这件拍品，北宋钧窑笔洗，起拍价12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160万，170万，170万一次，170万2次，170万3次。恭喜这位玩主。哈哈，看来孙老板今晚收获颇丰啊。刘老板，这遇到好东西可是千万不能错过的，不像某些人，哎，只会凭借一点狗屎运在这捡漏。这遇到好东西，这个，嗨，才叫硬实力啊！嘿嘿，小子，赶紧回家洗洗睡吧，啊，明天还得再挖掘机呢。哎呀，你说他是不是真有问题啊？明明是用最低的价钱买好东西才算厉害嘛。本场拍卖会结束，各位有缘人再会。哎，这位小兄弟，请留步。小兄弟慧眼识珠，鉴宝技艺让我叹为观止，今日如有冒犯，还请见谅。这位老板客气了，拍卖会上你争我抢很正常，不必如此。今天多亏了小兄弟，先是龙文平，后有画中画，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甚是高兴啊！哎呀，只可惜我的钱不够，最后2件玉蝉和那北宋的笔玺，我也想拿下呀。老板不必灰心，有的时候得不到的不一定是好东西。小友是说那2件东西有问题？哼！啊，小子，你什么意思啊？啊，你竟然敢说我的东西是假的！来来来，让你好好瞧瞧啊！这件汉八刀玉蝉，刀法简练啊，好好看看这个，沁色自然，一看就是好东西。再仔细看看这个，这件可是北宋君窑笔玺。来，仔细瞧瞧，上面的蚯蚓走泥纹清晰可见，雨过天晴，哎，釉色纯正，一眼开门可见的东西。其实你能说假就假的？哎，这位老板，你说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嘛。毕竟是你花的钱在拍卖会上买的，你花的多，真真假假也无所谓了。哼，好小子，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不到酸是吧？啊，我记得你花了30万买了一件龙纹瓶，还花了160万买了一幅古画。我就想问一下，你有那么多钱吗？啊，你不会是没有那么多钱，在这故意诋毁吧？你在这儿，工作人员，我想问一下，在咱们这个拍卖行，拍下的东西最后没有钱付，这人怎么处理啊？我们会追究买受人责任，严重者会起诉。哎，小子，你听到了吗？啊，没钱你就别学着别人玩鉴宝啊，你玩不起。唐先生，您在我们店里寄拍的狗头金已经成功卖出，卡里已经划掉您拍下瓷瓶和古画，还有笔玺的费用，一共是2485万，请您查收。请您查收。谢谢。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瞧不起谁呢？哎呦，原来那狗头金是小兄弟你的，哎呀，想来全是缘分呐。哎，那你说说，那个玉蝉和笔玺又是怎么回事？这枚汉八刀玉蝉确实是模仿的很像，不过它的问题就出在项上。真正的汉八刀讲究的是一个汉八分立，每一刀都自然深刻，而这一枚太平滑了，所以它是现代机器模仿。仔细一看，还会轻微的看到螺旋纹。还有，这枚玉蝉的颜色浮于表面，很明显是用现代化学试剂做旧的。细细一闻，还能闻到一丝丝的酸味儿。臭屌丝，装什么装？我用透视眼镜鉴定的，其实你用笔的。那笔玺呢？首先，钧窑的蚯蚓走泥纹是釉料在烧制过程中自然流淌形成的，纹路呢蜿蜒灵动，而上面的纹路过于僵硬，像是人工雕刻后填釉的。其二，这笔玺底足的护胎釉颜色不对，过于漆黑。钧窑的颜色深浅不一，是酱褐色，这黑漆漆的，还真是啊。最重要的一点，真品钧窑敲击声如磬，清远悠长。而您听一下这一声，短促而沉闷，它的胎土就是现代机器制作的，与宋代完全不同。哦，于会长，你帮我看看，我这2样东西怎么可能是假的？对，于会长，帮忙看看。没错，这小子说的很对，这2件看着挺好，但确实是人工做旧的。这怎么可能？而且这是酸洗的玉蝉，还是尽早处理吧，否则对身体不好。这好小子，你明知道它是假的，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叫价？你让我加我就加喽。混账东西！
你竟然骗我买了2件假货！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是假的！怎么回事？伯父，这不可能是假的！我有手表，他的那件才是假的。小兄弟，这个能让我看看吗？釉面肥厚润泽，橘皮纹自然，酥麻梨青料深入胎骨。这是宣德时期青花产制连纹笔洗，还是官窑精品？这品相绝了！小兄弟，这个东西你买不买？我出80万，不，120万。我现在能叫人马上拿钱。小子，这次的大漏全让你捡着了。周浩，你个混蛋！你放屁！你自己拍的假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真的不知道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秦总，人已经去医院了。人怎么样了？周浩，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伯父。你不知？我不知道。阿浩，你手上戴的是什么？没什么。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放开他！真真，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真真，谁是周浩？你是周浩。周浩，你通过孙大勇售卖假文物，骗取秦氏集团保证金300万。现在跟我走一趟。放开！都别过来！放开真真！混蛋！放开真真！魏启说真真对你这么好，你快放开他，他可是你女朋友。女朋友？老东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从一开始你就瞧不起我，你一直拿我当你们秦家的一条狗。说什么让我好好管理红利斋，到最后不还是给了那个小子？刚才我就发现看你那眼神不清楚。从手说我伤什么？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了你做了多少吗？你知道吗？还有你，算你小子命大，要不然老子昨天就送你去见阎王了。昨天那个人是你？对，就是我。你知道又能怎么样？反正现在姓陈的也不会放过我了，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死吧！一起死！哎，真真，真真，放开我！带走！放开我！放开我！真真，你没事吧？刚才真的吓死我了，这周浩真不是个东西。唐兄，谢谢你。好人，你没受伤吧？没事。唐兄，谢谢你今天又救了我女儿一命，谢谢，谢谢。不错，为人正派，身手也不错，不愧是我看中的人。稍后我会宣布我于清扬正式收徒，明日你来协会正式拜师。还不走？好人，我等你，明天在协会等你。好，快去吧。唐兄，谢谢你，谢谢你。客气了，秦老板。秦小姐还受了惊吓，赶紧带她回去休息吧。我就先走了。好。陈总，周浩那边失手了，他被警察带走了。废物！看来你的计划不太成功啊，陈桑。看来你的计划不太成功啊，陈桑。
3天后就是鉴宝大会，我们没有时间了。那颗佛头我是一定要得到的。别忘了，5年前是谁救了你，让你有了今天。是，请藤宝小姐放心，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帮您。替我们拿回那颗佛头。好，知道了。陈总，古玩协会会长于清扬发通知，说要收唐宋为徒，明天将在协会举行收徒仪式。唐宋就是那个3番5次扰乱你们计划的人。是。若是我的鉴宝能胜过那位会长，那他必然没有脸面再出现在鉴宝大会，那佛头自然也就是我的囊中之物。明天跟我去古玩协会，我倒要见识见识你们龙国的鉴宝。陈总，按藤宝小姐的意思，明天和那些老家伙比鉴宝，要是比不过，那岂不是……你放心，古玩协会里有我们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我们一清二楚。没想到一场拍卖会就能请到这么多位，到时候转手一卖，价格又翻上几10倍，到时候又是小1000万。等明天成功拜师之后，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鉴宝。别问，问的就是名师出高徒，到时候就没有人敢怀疑我了。这下一边是钱家的一手古玩资源，一边是古玩协会会长徒弟的名头，路已铺好，只待我走上康庄大道。等我名声鹊起，我就自己开个圣堂斋。这是谁呀？为什么要骗我？今天下午警察局打来电话，说周浩在里面什么都招了。他说呀，从一开始接触真真，就是想利用真真来图谋我秦家的财产，就连最近顾客玩家到店里索赔的事，也是他串通外人里应外合的。可怜真真以为周浩对他是一片真心，就连买的定情信物都是假的。那一天你也看出来了，可是他不信。这下好了，还有今天的拍卖会，周浩带了一只透视手表，他记恨你，不想让你捡漏，所以就利用透视手表为孙老板去买宝。可是手表出了问题，孙老板也因为这事儿激发心梗，拉到医院已经都晚了。你说我秦弘毅一生光明磊落，为什么咱就碰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随他去吧，可怜我女儿，她心里也难受。堂兄，你就多担待。秦老板，您刚才说周浩从一开始都带有目的性的接近秦小姐，可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云城那么多富家小姐，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秦小姐？你们秦家虽然是首富，但是风险也高。说来这事儿也怪我，其实周浩是被人指使的。受人指使？是啊，这个人叫陈武良，是我当年玩宝时的一个好友。
后来因为一颗佛头跟我恩断义绝，消失在了云城。现在他又回来了，这事儿说来话长啊。原来如此。当年他找人弄来一颗唐代的佛头，当时我一看，我就感觉他不对劲儿。后来我找于师傅看了一下，这于师傅一看就是深坑里的货，劝我不要干，我就一五一十把于老跟我说的话全说给了陈武良。可是也不知道咋回事，就走漏了风声，这伙人想急着出卖这个佛头，就逼着陈武良买下佛头。由于我的撤资，他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就四处被人追杀。所以这个陈武良这次也是冲着您来的？也不是，他是为了那颗佛头。那颗佛头？对，据说那颗佛头不知什么原因流落到了海外，被一个神秘的收藏家花重金给买下。后来经过于老多方面的周旋，所以这个神秘的收藏家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3天后的赏宝大会，那个佛头是唐代龙门石窟流世100年的珍品，它是我们龙国的国宝，就该属于我们龙国。后来在于老和多方的努力下，这个神秘的收藏家才愿意把佛头还给我们，但是他有一个条件。条件？混蛋！你个大混蛋！这个神秘的收藏家说，这个佛头是他花重金买回来的，他非常喜欢，如果要归还，得证明我们有拿到这个佛头的资格。资格？赏宝大会？难道是鉴宝？是啊，那位神秘的收藏家将会在3天后的赏宝大会上给出6颗一模一样的佛头。6颗佛头？不是1颗吗？其中1颗是真的佛头，另外5颗是收藏家拿出的高仿精品的佛头。只要我们能从6颗佛头里发现那颗真的佛头，他就愿意把佛头让我们拿回来。所以于老今天想要收我为徒，就是为了这个？哈哈哈哈，这个你明天问问于老不就知道了吗？堂兄，今天我请你来，这一来是想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你，毕竟把你也牵扯进来了。这二来也感谢你出手相救，从应宝园到如今，你是我秦弘毅的大恩人，我感谢你。以后你堂兄的事儿就是我秦家的事儿啊！哼，来，这些菜都是我秦氏饭庄火宴上的精品菜，快尝尝啊！哈哈哈。可怜我的女儿，我连累了你，我连累了你呀！秦总，唐先生，我带秦总洗一下脚。去吧，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来，我没事儿。堂兄，你喝啊，喝这边。啊，我没事儿。拜拜。混蛋，大混蛋！为什么要骗我？秦小姐，我是唐宋啊。唐宋？哦，你是唐宋。你是个鉴宝师傅。喝。不喝了，不喝了。怎么不喝？你不是也觉得我傻？你
觉得我是不是不行？秦小姐，你不要太自责了，你也是受害者。真的吗？听说你是个鉴宝师，你第一次见周浩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大坏蛋？那我之前说了，你也不会相信啊。怎么酥酥麻麻的，好舒服啊！你是在对我放电吗？好啊，可以再来一次吗？唐先生，今晚秦总和小姐麻烦你了。客气了，赵管事，今晚他们两个就麻烦你了。那我先走了，去吧。听说你是个鉴宝师，你第一次见周浩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大坏蛋？那我之前说了，你也不会相信啊。我酥酥麻麻的，好舒服啊！你是在对我放电吗？好啊，可以再来一次吗？还好。根据秦老板所说，徐老想收我为徒，难道是想让我代表协会参加3天后的鉴宝大赛？爷爷，唐宋来了。好，好，好。于老，秦老板，好，秦小姐，这位是古玩协会资深会员齐师傅，这位是古玩协会资深会长刘师傅。齐师傅，刘师傅，他就是让于清扬和秦总格外关注的唐宋，看起来也平平无奇嘛。哼，要不是你小子，成为协会会长徒弟的应该是子杰。好，果然是少年出英雄啊！既然来了，就开始拜师吧。快，给我爷爷磕3个响头，然后敬拜师茶就好了。慢着，你们知不知道古玩协会会长的徒弟意味着什么？不就是于老收过徒儿吗？能意味着什么？难不成是雪丫头的未婚夫婿？怪我，是我那天着急没讲清楚，这其实是协会内部的规定。今天既然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也就直说了，我于清扬只收1个徒弟，我会教他鉴宝技巧，同时这个人将会是协会下一届会长人选，而且这个人关系到3天后的鉴宝大会，他将和我们一起参加鉴宝大会。鉴宝大会是那颗佛头吗？不错，佛头回来了，确切的说是6颗。这次鉴宝大会我们出3人，樱花国出3人，最后真正的那颗在谁手里，佛头最终就属于哪个国家。爷爷，你是想让唐宋去？正是，那位神秘海外收藏家之所以答应给我们机会拿回佛头，有2个条件：一是要举办鉴宝大会，以鉴宝大会的形式最终决定佛头的去处；二是我不能参与。你不能去？这算什么规定啊？哦，他们是怕你一击必中。哼，真是诡计多端呢。这佛头本来就是我们龙国的，我们只是拿回自己的东西而已。他们是不想卖，如果要卖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把这颗佛头买回来。现在当务之急是找人替我去，小子，你可愿意？于老，作为龙国优质的爱国青年，我义不容辞。好，于会长，我这儿也有个人选。于会长怎么不问问我
啊！柳师傅啊，您说的人是您的孙子？有什么不可吗？我为什么不行？哼，这论资历，我从小就在古玩协会；这论背景，我爷爷那是副会长，我哪一点比不上这小子？小子，你的底细我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堂古玩协会会长，难道会收一个开挖掘机的小子当徒弟不成？谁不知道你刘大少爷天天沉迷酒色，夜夜笙歌，这身上呛人的香水味，不知道是哪家会所的姑娘的？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小的时候，刘师傅让你变釉色都能睡着，怎么现在倒是对鉴宝感兴趣了？只要你能成为青阳的徒弟，以后就是协会会长，整个协会都是我刘家的。再跟内卫合作，我们会有数不尽的财富。最近呢，我一直都在研究鉴宝的知识和技巧，今天就要跟他比一比，就比鉴宝见真假。谁要是赢了，谁才能当于会长的徒弟。于会长，咱们协会是有规定的，若是会内内推之人选，必会给他们以考量。我看呢，不如就让他们比试比试，一来呢是公平，二来这获胜者拿回佛头的这个把握会更大一些。既然如此，我没问题。小子，这协会里的文玩物件，我爷爷知道的一清二楚，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我爷爷早告诉我了，你就等着被我羞辱吧。好，那为了公平起见，就由齐师傅担任裁判，我们一局定输赢，如何？小雪，你这不是让你堂兄输吗？这协会里哪件东西是真，哪件东西是假？那刘师傅不告诉他孙子了吗？秦叔，你放心，他们两个打什么算盘，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也好，这样省得浪费时间，自己也不会容易露出马脚。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好，只要是协会里的东西都可以鉴定是吗？没错。那就这件吧。这什么东西啊？爷爷跟我说的物件里没这件啊，这可怎么办呢？我记得我怎么在协会里没看到这个东西呢？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怎么了，刘师傅？您的宝贝孙子不是在研习鉴宝吗？连这件都鉴别不出来了？人家心里可是有结果了哟。要输了呢？这怎么办？这件我不认识啊！他刚说自己花了大价钱，这小妞一向抠门，能让他花大价钱，那应该是真的。怎么样，有结果了吗？为了公平起见，我数3、2、1，同时作答。3、2、1，真的。那你们说说是为何？这瓷尊釉面肥厚，胎质细腻，一看就是上品的三阳开泰尊。你呢，齐师傅？还请你看看这尊瓶子。果然是三阳开泰呀！小子，怎么样？认输吧！这怎么会这样？喜羊羊、懒羊羊、沸羊羊，这怎么不算三阳开泰呢？这局不算。怎么不算？你输了就不算。看来让他们心服口服才行。
秦师傅，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各位，这位是我一位故友遗孀。您这次来是？老赵他走了，家里四处都要用钱，外人我信不过。这是老赵留下来的尊佛像。我看不如这样，就拿这尊铜像定输赢，如何？这尊铜像今日都是大家第一次见，公平些。我看甚好。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那就这样吧。这尊佛像竟然如此珍贵。这尊铜佛一看就是近代红铜的工艺品，做工也粗糙，一看不是什么好东西。那我好了，这个铜佛啊是假的。我倒看这尊铜佛大有不同。你决定？确定。小子，这铜佛那一看就是地摊上的工艺品，还大有来头，一看你就没见过什么好东西。确实，这尊铜佛确实是黄铜的工艺品。虽然说掂量着有些分量，但是它是值不了几个钱。我看还是拿回去做个念想。既然是这样，那好了。小子，就你这样还想当于会长徒弟呢？啊，赶紧回家洗洗睡吧，别耽误了你开挖掘机。阿姨，能否给我看？果然，这重量不对。年轻人，这佛像确实值不了几个钱。齐师傅，还请你再仔细掂量感受一下。一般的黄铜可没这么压手。再看这包浆，是典型香火供奉形成，这可做不了假。哎呀，我刚才就觉得这个重量有点问题，现在你这么一说，觉得还真是。这包浆确实是真的。这有点包浆怎么了？说不定是被人供了10几年而已。哟，这真不是黄铜，这是精炼的白银鎏金。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这就是普通黄铜，怎么可能是镀金白银鎏金啊？这再看这开脸，慈祥中带有威严，是明中期汉传佛教造像的典型特征。最关键的证据还在右手手心，这佛像的掌心内壁镌刻了一个极小的永乐年时的标识，这是明朝期间关造的银鎏金佛，堪称国宝啊！年轻人，你是怎么发现的？真是神人呐！连这么微小的案款都能发现，差点我们就看走了眼。哎呦，这个可是无价之宝，价值连城，千万不敢随便卖了。谢谢。好，齐师傅、刘师傅，这下你们可还觉得我收唐宋为徒是一时冲动啊？此子眼力俱佳，堪称重任啊！快，给我爷爷下跪！师傅，好，今后你就是我于清扬唯一的徒弟。好一出精彩的鉴宝啊！终于来了。你们是谁？是你，于老先生，不介绍一下吗？他们就是3天后赏宝大会樱花国代表藤宝洋子和陈氏集团的陈总。你居然投靠了樱花国，你知不知道他们一直在觊觎我们的国宝？那又怎样？5年前是你先背信弃义，
我被那群人追杀的时候，是藤宝小姐救了我。我能有今天，也全是靠他们。3天之后的鉴宝大会，那颗佛头我要定了。我今天来是想提前跟你们赌一把。你想赌什么？你们谁是唐宋？我就是唐宋。我要跟你比鉴宝。怎么比？我们双方各拿出一样东西辨真假，若说错了就为输，如果我们输了就归还你这一件千佛流音杯。这失传已久的千佛流音杯竟然在你们那里！怎么样？若你们赢了就能拿回，不过要是输了就要放弃鉴宝大会资格。啊！赏宝大赛的资格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要求你们换一个赌注。别急嘛，如果你们输了，我也将归还你们这座鎏金铜佛。你们能有这样的好心吗？还真是有狼子野心。若是这次比赛我们赢了，就可拿回那款千佛流银杯，还能参加赏宝大会。那个佛头机会同样还在，要是输了的话，那款千年铜佛仍然可以得到，好像没有什么吃亏呀。没错，我们已经给出了如此丰厚的条件，你们龙国不会是没有跟我比的勇气吧？藤宝养子，你不必用激将法，唐宋可有信心？师傅放心吧，我会让他把从咱们手里拿走，一件一件给我拿回来。好，我们跟你比。既然是我提出来，那就你们先。这个是前几天刚出土的，研究员送来让我们鉴赏。开始吧。听说你们协会最近得到一件刚出土的青铜爵，想办法搞到手。藤宝小姐说，成功后分你3成。这件是真的。恰恰相反，这件是假的。小子，这件青铜爵是刚出土的，竟然敢说是假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用了。于老先生，你的人也不行啊，这刚出土的文物居然说是假的。谁说刚出土的就是真的？这件青铜爵秀色斑斓，造型，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它的爵身和3族的结合处有非常细微的现代焊接手，内部秀色与外部也不一致。至于爵身嘛，大致是对的，但这3族也是后接上来的，连接的手法非常高明，足以做到以假乱真。但细看秀色的过渡和颗粒感还是有差异的，而且这重量分布也略有偏差。不错，这件爵确实是复原体，3族是后期根据滞留物复原接上的，旨在展示修复技术，而不是真品。你们输了，你们再输一局的话，千佛流银杯必须得还给我们。我带来的东西是玉石，我们赌石。你们耍赖！说好的鉴宝怎么变成赌石了？这鉴宝和赌石在外行眼里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懂的人，这根本就是天壤之别。这可怎么办？我们只说双方拿一样东西，可没说必须是文物呀。你放心跟他比，第1局我们赢了，输1局也是平局。放心了，师傅，这流银杯和佛像都是我。小子，这句话等你挑出上好玉石再说。不妨告诉你们，藤宝小姐最厉害的不是鉴宝，是赌石。他们家族的摸骨石玉闻名整个樱花国，你们输定了。卑鄙！我要这块墨湾纪元石，该你了。我选这个。小子，
这些石头我已经用仪器检测过，除了藤宝小姐的那块，剩下的都是废石，无论你怎么选，都是输。小子，你选的这块石料皮壳灰黑，表面上有明显的几道柳裂，品相极差，你呀，输定了。这块石头，我用仪器专业检测过，市场价值最少在80万。而你手上这块很明显是个废料，这一局你们输定了。我们现场开始。该你们了，你们有人敢借樱花国50亿刀吗？啊！怎么办？我们没有切实的工具。放心吧，有我的。我们的料子缎面晶莹剔透，光泽油润，宛如一汪凝固的碧水啊！这是玻璃种帝王绿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好小子，厉害！怎么会这样？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不可能啊！这石料我都用仪器检测过了，仪器上面显示一片浑浊，信号极差，质量不稳定，因此无法解析内部构造。疑似内部构造，疑似内部构造崩塌，或许还有大量杂质，风险最高。那石头上的裂纹仅存在表面几粒，根本没有深入在裂纹之下，罪责氤氲，质地细腻如凝脂，到达了玻璃种帝王绿，天然形成一种奇特的能量场。这能量场干扰了现代仪器的探测。真丢人！作弊还输给我们了，你们输了，把千佛流音杯拿回来。太好了，流音杯回来了。等等，杯子都给你们了，还有阁下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拿一只假的流银杯就想骗我们手中的鉴宝大会名额？这杯子是真的，杯体大部分确实是老，做工精致，不过这杯底嘛，有一个极其细小的现代激光雕刻的印记，金属内部结构也有现代提纯的痕迹，尤其是这底部孔印，运刀力度和神韵和真品相符，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你凭什么说是假的？好像你见过真的一样。好啊，那就把它送到专业的机构去检测好了。就是不知道藤宝小姐能否担得起这个责任。到时候检测出来是假的话，到时候丢的可就不是你一个人的脸，是整个藤宝家族和整个樱花国的脸。我的透视增强后，甚至能看到其中的各种元素的占比，检测到极其微量的现代工艺，还说我是假的。行啊，检测就检测。好得很，唐总，记住，真的，明天送。呸！狗东西！啊！哼！挑衅，还竟然带着假货，狂妄至极！好小子，你真厉害呀，这都能看出来。真不愧是于老选中的人，小子，有你在，我们可就放心了。好了，这次虽然我们赢了，但3天后赏宝大会不可掉以轻心啊！还有40分钟，要来不及了。你们是藤宝洋子派来的，想阻止我参加赏宝大会？你们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够阻止。唐总，我被跟踪了。什么？距离本次大会开始还有5分钟，双方人员还未到齐或超时，则是为弃权。怎么回事？这马上就要开始了，人都去哪儿了？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哎，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这可怎么办呀？齐师傅消失了，现在只能让刘子杰上去顶了。唐宋、老于、小雪他们都没来，难不成是是不是你们干的？混蛋！爸，你先别激动，现在我们要先找到唐宋。只有2分钟了，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去哪儿找人？还有1分钟，若双方人员还未到齐，超时人员名额作废。等等，秦叔，现在什么情况？齐师傅消失了，刚才你和老于都没在，没办法，只能让刘师傅和刘子杰上去顶了。现在唐宋来了，我们的人到齐了。混蛋！齐师傅他们肯定被他们的人拦住了。请问唐宝小姐，您方还差1人，是否要决定放弃名额？我申请加入樱花队。哎，我也申请加入樱花队。你们，老刘你！经过本次赏宝大会代表人允许2位龙国代表加入樱花方。现在怎么办，爷爷？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边不能再派人上台了。他是海外神秘藏客的代理，他都点头了。我看我们只剩下1个名额了。刘师傅，有的事情一旦过了线，就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您当真要如此？要不是你出现，于清扬这个老狐狸的徒弟就是小杰，下届协会会长也是我老刘家的。就是因为你，于清扬竟然敢不顾这么多年的情分，既然不仁，就休怪我不义。现在场上有5位人选，但是名额只剩最后1个，我申请采用抓阄的方式，最后1个名额。白色代表樱花方，红色代表龙国。最后1个名额归樱花方所有。混账！看来这箱子里也被人做了手脚，里面全是白色纸条，根本不可能抓住名字。既然如此，一共6个名额，你们已经占了5个了，只剩下我们1个。我建议优先选择佛头。请龙国代表优先选择佛头。我隐形眼镜是一个微型扫描仪，不过那有久违了，欢迎回家。鉴定伪假。龙国古玩协会代表选择完毕，有请樱花方选择你们的佛头。你那个是假的，剩下5个都在我们这儿，你们输了。我知道你的眼中有微型扫描，不过所有的阴谋手段在我这里都没用，可以宣布结果了。不错，你的这一件是真的佛头。鉴定为真，鉴定为真，鉴定为真。不可能，怎么都是真的？他手上那颗明明那么新，怎么可能是真的？我们老板说了，既然你们能选中真正的佛头，那就说明你们值得继续拥有它。谢谢。好小子，太棒了！我终于等到他回归的这一天了，好呀！芝芝，我们赢了。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鉴别的吗？这是我们老板想知道的。毕竟这5个是我们老板斥巨资千辛万苦找来的替身，把他们放在一起，有时候他也分不清。当然没问题。这第1颗佛头包浆是用高锰酸钾和红茶垢做就的，如果上手摸的话，可能还会有粘手的感觉。这丰腴的脸线条僵硬，很明显是用现代工具制作而成。
只是缺少了古人刀工的灵韵和技巧。这第二颗佛头，面部是后期做上去，不知道从哪个古墓坑里搬出来的老石头。这接缝处的粘合剂，仔细一闻，虽然是做旧的，但是还是有一股还养树枝味。这第三颗佛头是用高速喷砂机混合酸液风化了3天制作而成。自然风化是层层剥落，有深有浅，有过渡。而这颗佛头脸部太平整，还有这眼角最新的风化痕，故意做在了雕刻线条最深的关键转折处，破坏了神韵。我们古人很敬佛，即使风化，神韵仍旧在。少少，我们要下班了。这2个佛头声音发闷，真品材质内部结构质女，声音清韵。这2个佛头材质是丸类的青石，应该是你们那个神秘的富豪老板随便收过来用以混淆。妙，怪不得我们老板说龙国文化还是博大精深的。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输吗？倭寇肆虐，国宝危矣，不得已将佛手秘藏，汉后世有识之士重现我国徽荣。肖想原本就不属于你们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个罪。太好了，这小子不仅拿回了佛头，而且还让陈武良和刘师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藤宝养子也被遣送回国了。他和他的家族永远不能踏入龙国一步。可喜可贺呀！是啊，哎，你别说，这小子把这店收拾的还不错啊。开业大吉。小雪，秦叔爷爷，唐宋呢？哦，你说那小子和珍珍一块出去了？和珍珍一块出去了呀？啊，他们约会去了。约会？小雪，你说那个唐宋真的能约会佛头吗？反正我相信他。其实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骗子，想骗我爸的钱，但他鉴宝很厉害，还救过我，人也挺好的。那当然，我的眼光不会差的。小雪，那个唐宋他有女朋友吗？这小子不仅识破了周浩的诡计，还从周浩的手里救出了珍珍。我还正说着，真想把他抢回来做我的女婿，没想到珍珍出手比我还快。哎呀，不愧是我秦弘毅的女儿啊！不可以啊！秦小姐，叫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唐先生，对未来有什么打算？这个嘛，经营好我的盛唐斋，挣钱享受人生，享受生活。我想说，你有没有女朋友？没有啊。唐先生，这个是我父亲送你的开业贺礼，虽然你现在不在弘毅斋了，但是你之前帮了我们很多，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秦老板送的，他之前送的弥勒佛不是已经送过来了，我还送。反正你就别管了，总之收下吧。不可以！哼，珍珍，亏我把你当成好姐妹，你竟然想敲我墙角！是我先遇见的唐宋，他要娶也是娶我。这个玉扳指，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可是秦家的家传定情玉扳指，你收了他，可是要接管秦家，以后还要娶她的。你什么你？我不管，他就是要先娶我，是我遇见的唐宋。呆子，你知道我爷爷收你为徒还有另一层意思吗？
什么意思？就是要娶我，照顾我一辈子。不行，你要娶我，你别忘了那天晚上我喝醉在你的怀里，现在想来还是很舒服。不行，他要娶我，他救了我，我得以身相许。娶我，不行，娶我，娶我。